你们一家穷骨头，你儿子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儿。18.8万买废铁，疯了！我的这双手，凭本事吃饭，绝对不贱。老陆，这台机床坏了3天了，产线等着呢，到底行不行？螺岗间隙偏了2丝，不是早滚的事儿。开机试试。修好了赶紧干活，别耽误产线。陆师傅，这机子外面请的师傅都没辙，你3分钟搞定。功劳肯定又要算林主任头上了。你在他手下干了22年，太憋屈了。为了明远的婚事，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跟林正山起冲突。看见没？老陆家那个修机床的儿子要娶林主任家的闺女了。林正山可是机械厂车间1把手，老陆在人家手底下干了20多年，这门亲事靠攀喽。爸，别理他们。走，别误了吉时。来啦！亲家母，吉时快到了，咱们赶紧接新娘上车。急什么？按规矩，先给开门钱。备好了，1人1个红包，660。660，一个人2000，10个人2万。阿姨，别人家最多200-300。别人家是别人家，少1分，这门别想进。扫吧。想上去，上楼前一个人1000。请便。等等，见面礼8888，1分不能少。这些规矩之前一个都没提过啊！大伙儿都瞧瞧，新郎官连8800的见面礼都为难，这婚以后能过好吗？这都是你们做的？120件，全在这儿，随便挑，随便验。原厂给我的货，10件里头能挑出3件超差，你这3件一丝不差，剩下的180件我不催了。另外，我手里还有一批高精度件，配合面要求2个4以内，原来的供应商交了3次，没1次合格，我到处找厂都没人敢接，你们能做吗？料留下。明天给你打样。这批件的规格和林正山的机械厂上个月接的那批出口单完全一模一样，他交不出来的活儿绕了一圈，居然落到了我爸手上。赵总介绍来的吧？里面请。小陆是吧？赵哥给我吹得天花乱坠，可你们这条件，我那批件精度卡得死，你们设备行不行啊？机器行不行？看东西说话。这活儿干得漂亮，哈哈哈！行，先给你们一半试试，做得好，剩下的全给你。哈哈哈。3天出样，你派人来验。连续2批。精密件合格率不到40%，客户退货退回来了，违约金我们出。你跟我解释解释。厂长，这料的批次有变化，硬度偏高，加上最近新来的工人手生，上个月同样的料，同样的机器，合格率95%。这个月人没换，机器没换，料没换，就是出不来活了。你当我不会算账？要是陆师傅还在，这批件根本不会出事。谁在嚼舌头根子？陆建国都走了1个月了，你们还拿他当神供着，活干不好怪走的人。陆建国
你都走了1个月了，为什么还要阴魂不散地压着我？爸，准备好了吗？声音均匀平整，没有任何异响和颤震。转速稳了，震动值在0.002以内。活了！这不是废铁，这是别人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买得到，但修不好。修好它的，是我这双手。爸，这批件配合面要求1个丝以内，之前咱们的机床做不到，但有了这台主轴，1个丝，不是能做，是全市只有我们能做。那我明天就联系钱总，告诉他，带着图纸来，当面谈。陆师傅，赵哥说你们这儿能干硬活，我可是专门跑过来的。这批出口件，我原来的供应商拖了我整整1个月，一件合格的都没交出来，客户那边催得我快疯了。图号、材质、供差，和机械厂上个月接的那批出口单分毫不差，这正是林正山交不出来的那批活。怎么样，能不能接？价钱好说，只要你能按时交。能接。好，你开价。不用抬价，按市场行规来，但有一条，货款日结，谁也别拖谁的账。哈哈哈，痛快！原来那供应商又拖工期又赊账，我忍了1年了。陆师傅，你这厂子不大，但我就趁准了，活漂亮的地方，庙再小我也拜。这批件辗转了一圈，最后还是落到咱们手上了。林正山，你把我赶出去，但你的活绕了一圈，还是到了我手上。不是我要跟你抢，是你自己接不住。赵总的批量单，孙老板的市政件，钱总的出口件，3条线同时跑。按现在的产能，如果每条线的工序不排清楚，不出3天就乱套。从今天起，粗加精工和精加工严格分线，1号到3号机跑粗活，4号、5号跑精件，6号机专门留给我爸做最后的精修和打样。每天早上8点碰头，对前一天的完成情况和今天的任务，质检这块每件出来都要过3座标，数据存档。陆经理，以前孙老板在的时候，都是干完了往旁边一堆，最后统一检。以前的办法出了多少废品？赵总说了，原厂10件挑3件超差，咱们不能走那条老路。麻烦一点不怕，怕的是活出去了，客户退回来。我没意见，规矩定清楚了，干活反而利索。明远说的照办。产能排序、客户对接、工人管理，从今天开始都归他管。技术上的事儿找我，厂子的事儿找他。成。陆经理，林正山那边来电话了，说是林主任本人打来的，说要见陆厂长，有事要当面谈。回他，陆厂长很忙，没空见。有什么事儿，通过正规商务渠道联系。就这么说？就这么说。那个被我赶出去的家伙，居然自己开了厂，接了我的单，还抢了我的客户。不见我是吧？接下来我要做的事，可比打电话狠得多。上次让你打听的那家厂，查到了没有？
查到了，在城郊工业区，原来是孙老板那个亏了2年的厂，今年年初被人盘下来了，改名叫建国精工。老板是谁？具体名字没打听出来，但听钱总那边的高单说，那家厂的手艺特别硬，钱总500件出口急单全转过去了。还有赵总那边的高精度件也在那儿做。钱总的出口件，那批件原来是我们的。是，就是咱们交不出来退回去的那批。林主任，您这是去哪儿？城郊，我倒要看看是哪路神仙。就是那家，门口那个招牌“建国精工”。陆老板，多亏了你这手艺，咱们合作愉快。我先走了。这年轻人的背影，看着怎么有些眼熟？陆明远，您认识？岂止认识。雨桐，明天你去趟城郊工业区。有个厂叫建国精工，找陆明远，见了面聊一聊，打听清楚他们那厂到底什么情况，设备、客户、订单量，能谈多少是多少。他现在开厂了？何止开厂，你爸交不出来的活全在他那儿做。我知道了。您好，找谁？我找陆明远，我是他朋友，来叙叙旧。好久不见，确实好久，进来坐吧。没想到你真的开厂了，挺能干的嘛。凑合过日子。听说你们接了不少单子，赵总的、钱总的，生意做这么大了？没多大，刚起步。那你们现在能做多高精度的件？设备是新买的还是？雨桐，你今天来，是你自己想来的，还是你爸让你来的？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就是来看看你。那天退婚的时候，你说你们陆家给不了我安全感。他竟然还死死记着这句话，看来今天什么情报都套不出来了。回去告诉林主任，想知道我们厂什么情况，不用派人来探，过2个月全市都会知道。我送你。退婚的屈辱，我迟早会让你们家看到我的实力。谁来了？一个不相干的人。不管他们怎么盘算，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完成这批订单，用实际产出打他们的脸。苏工，钱总介绍来的。对。出口件需要第三方质检报告，零件在哪儿？直接开始吧。手法这么利落，每一步都规范，是个真懂行的。精度没问题，全部达标，但你们检测报告的标注方式不规范，配合面的基准选取有误，行位公差的标注缺少基准符号。这份报告如果直接交给客户的外方审核，会被退回来。这个，我们之前确实没有系统学过出口件的检测报告规范。精度做到了，报告不过关等于白做。这些我可以帮你们改，但以后你们得自己规范起来。你说的对，做活的不怕人查，就怕没人查。报告怎么改，你定。明远，别跟他多费口舌。给了，快上楼。慢走啊，上面还有惊喜呢。现在该谈正事了，还有改口费，18万8。18万8！之前定亲根本没提过这个数，彩礼、房子、首付3金加起来快50万了。50万？你去打听打听，现在嫁个闺女，哪家不得这个数？亲家母，我们真拿不出这么多了，能不能先结了婚，这钱我去借，
一定补上！你们家穷成这样，还要我闺女跟着去还债？这是我们全家的底，原本留着给孩子们婚后应急。亲家母，别再耽误吉时了。妈，等一下。我还有一个条件。这个老工人看着普通，看事情倒是比很多老板都通透。行，我今天把模板建好，你们以后照着填。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说。你们那台做精加工的机床，我看了出来的数据，主轴精度非常高，那个级别的稳定性，不像是国产设备能跑出来的。苏工的眼睛够尖。你不打算说？现在不方便说，但以后你会知道的。你们厂子虽然小，但活干得不含糊。以后有需要质检的单子，可以直接找我。连续3批，精密件合格率不到30%，出口单已经被客户终止合同了。你给我一个解释。厂长，不是我不尽力，这批料的硬度确实有偏差，我已经跟供应商反映了，还有设备老化的问题。够了！上个月同样的料，同样的设备，合格率95%，这个月变什么了？你告诉我，到底变了什么？变的是人。陆师傅在的时候，同样的料，同样的机器，从来没出过这么多废品。那些精密件的工艺参数，每一组都是他定的。他走了，参数没人吃得透，出事是早晚的。放屁！一个被裁的人能有多大本事？你们一个个干不好活就知道拿粗的人当挡箭牌。我干了30年，什么人有本事，什么人没本事，我还看不出来。陆师傅那双手，全场找不出第二个。你把他赶走了，现在出了事，你怪料、怪设备、怪我们工人，就是不怪你自己。林正山，限你1周之内解决精密件的合格率问题，解决不了，后果自负。老陆啊，最近怎么样？周厂长，有事儿？是这样，厂里最近有个技术上的难题，精密件那边出了点状况，想请你。周厂长，我现在不在厂里了。老陆，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当初裁员的事儿。厂长，我不是有气，我是有活要干。您的事儿找林主任吧。晚了，挂了。当初怎么就偏信了林正山的话，把他给裁了？要是老陆不回来，厂子只怕是要撑不下去了。各位老板，我今天不讲虚的。上个月我有一批出口急件，原来的供应商拖了1个月交不出来，我急得头发都白了。后来朋友介绍找到了一家叫建国精工的小厂。说实话，第一次去我也犯嘀咕，厂子不大，设备也不新，但人家的东西做出来精度1个半丝，比图纸要求还高。我的外国客户收到货以后打电话跟我说，这是他们验过的精度最好的一批件。各位，这是什么水平？全市第1的水平。建国精工是哪家厂？以前怎么没听说过？陆师傅的手艺，我钱某人拍着胸脯说全市第1。周厂长，小陆，你爸在吗？老陆，我就直说了，厂里现在精密件这块出了大问题，合格率一直上不去。我想请你回去当技术顾问，待遇好商量，你开条件。
周厂长，当初裁我的时候，您说厂里要的是听话守规矩的人，现在您看，我出来了，也没耽误干活。顾问就不当了，我自己的厂够我忙的。你爸是个人才，当初那个决定是我草率了。喂，建国重工。你好，请问是陆经理吗？我这边是东海重工，魏总想跟您见个面，聊聊合作的事儿。东海重工？对，魏总说他很欣赏贵公司最近的表现，具体的合作方向想当面跟您和陆厂长详谈。您看明天方便吗？方便，让魏总来厂里吧。爸，有个人要来。谁？东海重工，魏东海。全省最大的精密制造集团，他说要聊合作。东海重工是全省最大的精密制造集团，行业里没人敢得罪的巨头。魏东海亲自登门，谈的是合作，要的恐怕是我们的核心技术。让他来，茶备好就行。魏总，欢迎。陆经理，久仰。你们建国精工最近在行业里名气不小，我特意过来看看。这双手保养得如此精细，和我爸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完全是两个世界。这位就是陆师傅吧？您的手艺，钱总、赵总都跟我提过，佩服。你好，陆师傅这车间虽然有年头了，但设备打理得很规整。他刚才在那台5轴主轴前顿了一下，看来眼光很毒，目的也不简单。陆师傅，我就直说了，东海重工是做精密制造的，你们建国精工的技术水平让我很惊喜。我想谈一个战略合作，我们出订单、出资金、出渠道，你们出技术、出产能，双赢。这是初步的合作框架，条件很优厚。陆师傅先过过目。魏总，第7条，合作期间产生的所有核心技术及工艺成果，知识产权归东海重工所有。这条什么意思？合作嘛，资源共享，我们出钱出渠道，技术成果自然要有个归属，这在行业里很常规的。魏总，茶喝完了，我送你。临走还要偷看我们的排产表和客户底体，这个人城府极深，不可不防。陆师傅，昨天那个合作方案，我回去想了想，确实条款上有些让你们为难的地方，所以我换一个方案，不合作了，我直接收购建国精工，整体收购500万，设备、场地、团队全部保留，陆师傅继续当技术总监，薪资翻3倍，陆经理继续管厂，职位和权限不变，你们只是多了一个靠山。500万，当初盘下这个厂子才花了40万，他居然愿意出超过10倍的溢价。魏总，这厂不卖。陆师傅，500万不少了，您……我这厂，我这手艺，不是拿来卖的。理解，
陆师傅有匠人的骨气，我尊重。不过陆师傅，生意场上的事儿，有时候不是手艺好就能站稳的。希望以后咱们还有合作的机会。查清楚建国精工的客户名单、原材料供应商，还有他那台设备的来源，全部。明白，魏总。那收购的事儿，500万他不卖，那就不用买了。买不下来的东西，就让他活不下去。爸，这个人不简单。东海重工在全省铺了多大的盘子？他今天肯亲自来2趟，说明他是真看上了咱们的技术。被拒绝了，他不会善罢甘休。怕什么？他有钱，我有手，看谁硬。婚后，你们那套房子的房产证必须加我的名字。雨桐，这事我们从来没谈过。以前不谈，是因为以前我没想清楚，现在我想清楚了。我闺女说的对，房子名字都不加，万一你们将来翻脸不认人，我闺女上哪儿住去？雨桐，叔最后问你一句：3年了，这些条件、这些钱，是你妈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嫁不嫁得好，不看感情，看保障。你们陆家给不了我安全感。这18万8是我们全家掏空的家底，在他眼里，多年的感情根本不值一提。这婚不结了。走啊，陆建国，你给我走！你们一家穷骨头，离了我闺女，你儿子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儿。18万8都拿不利索的人家，还有脸退婚呢？妈，别回头，不值得，一群吸血鬼。收破烂喽！好货，识货的来！这金属物件的材质和形状不简单。爸，这沉闷均匀的回响，和我前几天在车间敲机床床身的声音完全一致。这是一块宝贝。看上什么了？陆经理，怎么了？原材料供应商断供了，宏达刚才合作了3个月，突然说没货了。我又打了3家，全说最近调不出货。4家都没货，这也太巧了。巧？一点都不巧。有人打了招呼。爸，咱们剩下的钢材最多只够用1周了。打电话给钱总和赵总，实话实说。爸，咱们跟客户说自己被人断供了，人家会不会觉得咱们不稳当？做生意信字当头，瞒着人家出了事儿更被动。老老实实说。钱总，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我们的钢材供应商突然集体断供了，应该是有人在背后打了招呼。什么？谁敢掐我供应商的脖子？老子的出口价还指着你们呢，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来协调。我长期合作的另一家钢材厂，明天就能给你送第一批料，以后走我的渠道，谁也卡不住。钱总，这个人情……什么人情？你们做出来的活让我在客户面前有面子，这就是最大的人情。别客气了，赶紧干活。爸，材料的事情解决了，终于能喘口气了。这只是第一招，能断你的料，就能挖你的人。陆厂长，老钱刚才接了个电话，是东海重工打来的，给老钱开3倍工资，让他过去。东海重工真够狠的，一环扣一环，这是要在背后把我们往死里整。
老钱人呢？在车间，坐着没走，但也没干活。陆师傅，对方给3倍工资，我在这儿干1年的，去那儿干4个月就挣回来了。我老婆身体不好，闺女明年要高考，我不是想走，我就是……过来。这是手工刮盐，全靠手感控制，每一刀去掉不到1丝，刮出来的面比磨床精度还高。你摸。陆师傅，这手艺……这套刮尖的路子，我琢磨了20年，没教过任何人，教科书上没有，外面花多少钱也学不到。你跟我干，我把真本事教你。你去别处，给你10倍工资，也学不到这个。这刀柄上的包浆，是陆师傅20年的心血，他居然愿意把这手艺传给我。陆师傅，我不走了。魏总，建国精工那边的工人没有一个过来的，老钱也没接我们后续的电话。断不了他的料，挖不动他的人。一个小作坊的老工人，倒是忠心。那就换个打法，不断他的供应，不挖他的人，让他接不到活。下个月有个省级精密件项目公开招标，建国真工的技术应该达标。达标也没用，这个标我要定了。低了30%，这个价格连成本都覆盖不了，他就是冲着不让我们中来的。什么设备老旧、规模不足，我们的样品精度比东海重工高了1个等级，那这个技术怎么回来？陆经理，钱总来电话了，说他也听到了消息，问要不要他帮忙找关系申诉。申诉有什么用？规则是人家定的。明远，他亏本抢的标，做出来的活未必合格。你想想，东海重工接那些普通件还行，高精度件他们什么水平？赵总、钱总心里都清楚。他用低于成本的价格中了标，那他要么亏着做，要么降标准。等着。你好，建国精工。陆经理，我是省精密件项目组的张工，有个事情跟您说。东海重工交的第一批样品，我们送检了，精度全部超差，不合格。我们内部开了紧急会，决定重新评估供应商。陆经理，你们建国精工能不能重新报一个方案过来？他亏本抢的标，做出来的活未必合格。等着。可以，给我3天时间出方案，但有一个条件，这次的评审我要求现场验货，用我们的样品说话，不看 PPT。没问题，我们现在就需要能真正交出合格件的厂家。爸，省级项目，东海重工第一批样品不合格，招标方让我们重新报方案。我说什么来着？爸，这次方案我来写，您就准备好一件事儿，打样，打一件让他们所有人闭嘴的样。什么时候要？3天。够了。建国精工的在样品精度比项目要求高了整整1个等级。喂，魏先生，
需要帮忙吗？各位好，我是建国精工的代表，这是我们的技术负责人。方案书在这里，但今天我们主要不是来讲 PPT 的。这是按你们项目图纸打的3件样品，你们现场验。这精度，你们什么设备跑出来的？设备是旧的，跑出来的精度是人的。陆经理，这批样品的精度比我们项目要求高了一个等级，方案不用再看了，就你们了，合同下周签。谢谢李工，交期和质量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陆师傅，恕我冒昧，我干了20年项目评审，头一次见到厂家不带 PPT， 直接拎零件来的。PPT 骗得了眼睛，骗不了卡尺。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父亲这双长满老茧的手，才是建国精工最大的底牌。只要这门手艺还没丢，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厂长，这份信是车间全体老工人联名写的。这些年精密件的事儿，我们不说，不等于不知道。今天不说，以后更没机会说了。林正山多年来把陆建的技术成果据为己有，这话不是随便说的，有证据吗？厂长，您翻翻那些工艺方案，关键精密件的方案、刀路设计、切合参数记录，全是陆师傅的笔记。字迹确实是老陆的，但这章印，这些年报工表上写的都是林正山，可活是谁干的，方案是谁定的，车间里每个人心里都清楚。22年，这些工艺方案上的笔记是陆建国的，报工表上的名字是你的。23年，你解释一下。厂长，那些方案是我审核过的，我签的字。审核？你审核了什么？你把别人写的方案拿过来盖个章，把别人的功劳填上自己的名字，这叫审核？即日起，撤销林正山车间主任职务，通报批评。完了，瞒了22年的事儿，全完了。喂，你被撤了，那我们家以后怎么办？林正山，你这个废物，都怪你当初非要跟陆建国作对。陆建国，你死了，你儿子还要踩着我往上爬。你说话呀！你哑巴了！我不甘心，我怎么能输给你们？这东西从哪儿收来的？城东那个倒闭的合资厂清库房的时候拉出来的，那帮人说是报废的破铁，论斤称给我的。多少钱？你出多少我就卖多少，只卖给有缘的人。18万8，这东西我要了。你说多少？爸，你疯了？那是咱全家的。明远，听我的。 18万8买一坨废铁，陆建国，你是不是被气傻了？一个修机床的，倾家荡产买了一堆破铜烂铁。陆建国，你记住今天，18万8买废铁的傻子，全城就你一个。废的从来不是铁，是你们的眼睛。 18万8，全家的底换了这么个东西回来，老陆，你让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爸，你到底图什么？
外行人只看得到表面的锈迹，但匠人的直觉不会骗我。明远，你过来。这是什么？你看这行编号 HM5X， 后面跟着序列号，是海默公司的代号，德国的。5X 是5轴联动，这是一台5轴联动数控机床的核心。5轴联动，那不是被国外垄断的？这个型号3年前已经停产了，全世界存量不超过2位数。外面那层锈是壳子烂了，但里面的轴承座、渐敏器接口、升压滑轨结构全是好的。爸，就算它是真的，锈成这样，全国有谁能修得好？我能。明天机械厂的裁员通知就要下来了，哪怕第一个被裁掉的是我，我也只剩这坨废铁和这双手，但我能把它修好，证明给所有人看。二位找谁？找陆厂长，跟他说是老朋友。林主任，王阿姨，什么事？明远啊，好久不见！你看你现在出息了，办了这么大一个厂。有事直说。明远，我来找你爸，是想请他帮个忙。我在厂里那边的事儿你也知道了，能不能请你爸跟厂长说句话，让我回去？或者你们这儿要是缺人，我也能。林主任，我帮您回忆一下。退婚那天，开门前2000一个人，你们收了2万；上楼前1000一个人，你们收了；见面礼8800，你们收了；改口费、临时加价18万8，全加起来快30万。王阿姨，您当时怎么说来着？你们一家穷骨头，你儿子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儿。当初怎么就瞎了眼，把事情做绝了？如今真是无地自容。林主任，你说过，离了你那厂，我连口饭都讨不上。你看看现在，谁在讨饭？二位慢走，不送。陆经理，钱总那批出口件的质检报告我带过来了。苏工，辛苦了，进去说。那个女人是谁？她凭什么和明远靠得那么近？明远身边那个位置本来应该是我的。明远，上次我爸来的事儿，他做的那些事儿，我也觉得不对。你今天来，就为了说这个？我是来看看你，你现在过得挺好的，厂子也做大了。明远，那天退婚的事，我说的那些话，有些是我妈逼我说的。其实我……雨桐，那天你亲口说的，嫁不嫁得好，不看感情，看保障。你们陆家给不了我安全感，每一个是你自己说的。不管你妈在后面推了多少，最后开口的人是你，你自己的选择，不用往别人身上推。陆经理，省级项目第一批件的质检报告出来了，数据全部达标，你签个字我带走。谢谢苏工。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林雨桐，这是我们的质检工程师苏工。雨桐，以后有事打电话就行，不用特意跑一趟。你前女友？前女友的前提是女朋友，她是交易对象。李总，我今天请你吃饭，就想打听一件事。魏总，请说。你们海默集团3、4年前是不是在本省有一家合资厂？后来撤资了，厂也倒了。有这么回事儿，具体的我不太清楚，应该是设备更新换代，旧产线报废处理了。报废的设备里面有没有一台5轴联动射控级的核心，型号 MH5X 的？ MH55 那个型号已经停产了，
全球存量。我知道停产了，我问的是那台报废的主轴，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按照流程，报废设备会列入弃权清单，交给清算方处理。理论上就是当废铁卖了。魏总问这个干什么？因为那台你们当废铁卖掉的主轴，现在在一个中国小厂的车间里，被一个50多岁的老钳工亲手修好了，还用它接了省级项目的大单。不可能，那台设备报废时已经严重锈蚀，核心轴承座的密封也被破坏了。修复那当信需要什么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你们海默集团知不知道这件事儿？这事儿我得向总部汇报。麻烦你帮我传句话给你们亚太区的总裁。中国有一家小厂未经授权，私自修复并使用了海默集团封锁报废的核心技术。至于你们怎么处理，那是你们的事儿。一台我们亲手报废的5轴主轴被一个中国小作坊的工人修好了。目前只是单方面信息，还需要核实。立刻核实，派人去现场确认。如果是真的，立刻启动技术封锁条款，断掉中国区所有与这个型号相关的配件供应和技术支持。一颗螺丝都不许流出去。一个中国老工人修好了我们封锁的东西，有意思。建国精工迎来了最忙碌的时期，省级项目批量订单，新客户络绎不绝。这声音不对劲儿。这颗关键轴承正在加速磨损，随时都会报废。而这个型号的轴承，全世界只有海默集团一家能生产。这下麻烦大了，一场风暴正在大洋彼岸酝酿。大家加把劲儿，注意看标识区域，别放混了。这批怎么样？第一批50件全部达标，第二批刚开始测，目前没问题。辛苦了，要不要换一下？休息10分钟。你自己从早上6点忙到现在，吃饭了吗？忙得连饿都忘了。里面有2个肉夹馍，我路过厂门口的时候多买了一个。凉了，凑合吃吧。谢谢苏工。别客气，你到了我也没人签质检报告。正常运转的轴承绝不会掉粉。间隙比上个月大了0点几丝，对5轴机床来说已经是危险信号了。轴承磨损了。轴承型号 HM5XBRG007， 海默集团专用型号。所有国内渠道都没有这个型号，只能找替代品了。魏总，我们的人已经去现场核实过了，那台确实是海默集团3年前报废的 MG5X 型号，序列号匹配，目前安装在建国精工的6号机床上，处于正常运转状态。修复程度呢？出乎意料，煮熟精度恢复到了接近出厂水平。我们的工程师说，以那台报废时的状态，用常规方法几乎不可能修复到这个程度。所以不是常规方法，是那个老头的手。海默总部的态度很明确，这台主轴的核心技术涉及公司商业机密，虽然设备本身已经报废弃权，但卡尔先生认为，未经授权的修复和使用行为可能构成对海默技术体系的侵害。那你们打算怎么办？2步走。第一，由海默集团法务部向建国精工发出律师函，要求停止使用。第二，全球供应链同步执行，断掉所有与 HM5X 型号相关的配件和技术支持。配件断供这一步够狠吗？ HM5X 的关键轴承是海默独家规格，全球没有替代品。
断供之后，那台主轴的轴承一旦到寿命，就成了一坨废铁。法律上的事你们出面，商业上的事儿我来配合。建国精工的客户名单我都有，该打招呼的我会打。合作愉快。爸，海默的律师函。来了，该来的总会来，怕吗？不怕，但得想清楚怎么应对。那就去想。法律的事儿交给懂法律的人，技术的事儿交给我，慌什么？王总，您听我解释，海默那是无理取闹。喂。短短3天，海默集团发律师函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行业，这传播速度简直是要逼死建国手工。又一个暂停订单的，这是今天第5个了。客户暂停是正常反应，没人想卷进国际知识产权纠纷，关键是尽快拿出法律上站得住的证据，让他们放心。你一宿没睡。你的修复记录太乱了，日期对不上，编号不统一，我帮你重新整理了一遍，按时间线排好。这些文件要是理不清楚，你找什么律师都白搭。周律师，情况就是这样。海默集团3年前报废了这台设备，我父亲从废品回收渠道买来之后自行修复。现在海默发律师函说我们侵权。我先说结论，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大概率不构成侵权。海默集团已经报废并放弃了这台设备，你们通过合法渠道购入后自行修复使用，属于正常的物权行使。厂长，不是我故意针对他，昨天全场都知道了，陆建国在婚礼上闹翻天，当街拿18.8万买了一车废铁。这种精神状态的人继续操作精密结构厂，出了安全事故谁负责？他的手艺全场数1数2，这个你比我清楚。手艺好不等于稳当。厂长您想想，一个人连自己家的钱都能往废铁堆里扔，说明什么？说明他脑子不清醒了。这种人留在车间是隐患。正好赶上这轮减员，你是车间主任，你拿个名单上来。名单我已经拟好了。陆建国，第1个。老陆，厂里精简人权的名单下来了，你看看，头1个。理由：精神状态不稳定，影响生产安全，这是厂长定的。陆师傅手艺全场第1，头1个裁他，公报私仇。昨天退婚的事儿，这是报复。这台机床我占了22年，床头上的划痕还是我第1年上班留下的，如今也算彻底做个了断。你用了我22年，抢了我22年的功劳。从今天起，这笔账我自己算。那就好，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你们得拿出完整的证据链。第一，证明海默确实放弃了这台设备的所有权利；第二，证明你们是合法购入的。这2个环节缺一不可。第一个还需要去找海默的报废资产处置确认书，可是第2个，当初买废铁时，就在路边塞给那个收破烂老头一个装了18.8万现金的灰色布袋，哪来的什么凭证？陆经理，凭证有吗？发票、收据、转账记录。现金交易，路边收破烂的，没有凭证。那这个环节就是最大的漏洞，你们得想办法补上。找到那个卖家，找到设备从海默报废到流入废品回收的完整链条，每一环都要有据可查。周叔，我找您打听个人。几个月前，在城郊别墅区附近收破烂的一个老头，骑3轮车的，您认识吗？老板，认不认识一个骑3轮收破烂的老头？几个月前卖过一坨很重的旧机床零件，
没见过你说的这号人。已经是第3家了，难道线索就这样断了？大爷，您还记得我吗？几个月前。哦，就是那个买大铁疙瘩的小伙子，你爹来的，18万8，一手交钱一手搬走。我还说那铁疙瘩死沉，怎么搬回去？大爷，那坨铁疙瘩您是从哪儿收来的？城东那边，前年有个厂子倒了，叫什么和达还是合力来着？中外合资的，倒闭清算的时候，一仓库东西论堆卖，我去收了2车，那铁疙瘩就在其中。大爷，那个厂叫什么名字？您能想起来吗？想不太起来了，不过我当时签过一张收货单子，回收站的人让我签的，说不定还在家里压着。大爷，那张单子还在的话，您能帮我找出来吗？这事对我特别重要。找到了，你看是不是这个？何立达，有了这个名字，就能去查档案了。小伙子，这是何立达的破产清算卷宗全套资料。谢谢您。果不其然，外资方就是海默集团。继续找找破产清算报告。周律师，证据找到了，海默集团亲笔签字盖钢印的报废弃权声明，白纸黑字写着放弃一切权利。太好了，有这份文件，法律上你们完全站得住。他们自己放弃的东西，你们合法买来自己修好，天王老子来了也判不了你们侵权。法律上没问题了，但商业上呢？海默要断我们的配件供应，这是人家的自由吧？这个我管不了，断供是商业行为，不犯法。你们那个关键轴承的问题，还是得自己想办法。法律这道坎总算是过了，但技术那道坎，那颗正在严重磨损的轴承该怎么解决？海默集团依然卡着我们的脖子。爸，海梦那边正式通知了，全球供应链禁止向我们销售任何与 HM5X 型号相关的配件，从今天起生效。我昨晚又测了一次，振动值比上周高了0.003，照这个磨损速度，最多还能撑1个月。1个月？省级项目的批量单还没交完，钱总的出口件也在排期，这根本来不及。不行吗？精度差太多，装上去主轴振动值会直接超标。做出来的件儿，连普通精度都保不住。全国难道就没有一家能做到这个精度的轴承厂？这条供应链是真的要把我们逼上死路。既然买不到，那就自己造。必须重新核算主轴受力结构，找出能匹配的和永差范围。老陆，饭放门口了，你别把身体熬垮了。整整3天3夜没出来了，爸他到底在干什么？再这样熬下去怎么行？爸，这个轴承我自己做。爸，这种精度的轴承，全中国都没几家工厂能做到。您用手工怎么可能？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才值得我去做。给我备料：高碳钢轴承钢 GCR15原棒料，给我10天时间。10天，我要用这双手造出一颗精度达到微米级的轴承。我不仅是在跟时间赛跑，更是在跟那些说中国人做不出来的声音赛跑。开始第一步，粗错外形。
这种高碳钢轴承钢硬度极高，每一错只能去掉极薄的一层，发力必须绝对平稳。爸闭着眼，单靠手指在金属表面滑动的触感来判断起伏，这是30年磨出的肌肉记忆，任何仪器都无法替代。爸，歇一会儿。别说话。最关键的精修部分绝不能依赖机器，每一刀只能去掉不到1丝的金属。我不能坐下，一旦坐下就会改变手臂的发力角度，毁了这几天的精度。还差最后3丝，明天一错刀的事儿。但这一错刀，错了就全废了。爸，今晚睡一觉，明天用最好的状态。叫我明天凌晨4点。为什么4点？那个时候，温度最稳，手最静。门窗紧闭，空调也关了，现在的环境温度已经达到最稳定。30年练出来的手感不会骗人，哪里高了半丝，哪里差了一点，全在指尖。还需要调整，角度微调不到1度，再来一次。好了，一定要过关，所有的心血全看这一刻了。达标，不但达标，比海默原装舰的出厂参数还高了0.5个微米。10天的日夜鏖战，总算没有白费。爸，你做到了一件事，证明中国人的手不比任何一台外国机器差。不是我的手，是所有中国机修工的手。我只是替他们交了这份答卷。证据链完整，海默自己签字放弃的设备合法流转到废品回收渠道，你们现金购置后自行修复，每一环都说得通。这封回弹我来起草。周律师，我还想做一件事，这些材料除了回函给海默，我想同时提供给媒体。你是想海默用律师函吓走了我们一半的客户？法律上我们没问题，但客户不懂法律，他们只知道建国精工被国际巨头告了。我需要让所有人知道真相，他们自己扔掉的废铁被中国工匠修好了，反过来告人家侵权，这不是法律问题，是霸凌。我帮你联系2家行业媒体，但措辞要克制，只摆事实，不煽情绪。事实本身就够有力了。爸，这道密封面的锈坑太深了，能修平吗？你把手电往左偏2公分。坑深不超过5丝，拿油石一步步推平，再用0号砂纸收光，急不得。爸，你刚才用手指就能量出深度。30年了，这双手摸过无数块钢，哪儿高了1丝，哪儿低了半丝，仪器测出来的数，我闭着眼摸，8、9不离10。这就是8级老工人的底蕴吗？即使被时代抛弃，他的这双手依然是最精密的仪器。面放这儿了，趁热吃。外面好了，里面的精度标定需要上机床。爸，几点了？明远，你之前说那个孙老板的厂要转手的那个，成交那个是，听说亏了2年，一直在找人接盘。里面还有机床吗？听说有几台旧的，都报废了。有就行，
明天一早你去找人带路，我要亲眼看看那些机床。爸，您是要……这台主轴，外面我修好了，里面的精度标定差最后一步，得借一台机床才能完成。他活不活得过来，就看明天了。小陆，我看到新闻了，那些暂停的订单，老子今天就给你全部恢复。谁他妈再敢跟我说建国进攻侵权，我跟他急！真正的实力是藏不住的，这次必须力挺建国进攻。喂，李总，对，谢谢您的支持。好，暂停的订单马上安排恢复。一封律师函变成了一场公关灾难。先把火灭掉。查清楚，那个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中国人叫什么来着？魏东海，东海重工。把他推出去。海默集团就近日舆论关注的事项作出以下澄清：第一，涉事设备已于3年前依法报废，并放弃所有权利，海默集团对该设备的后续使用不持异议。第二，此前发出的律师函系基于第三方提供的不完整信息做出的初步法律评估，现已撤回。第三，向海默集团提供相关举报信息的第三方为中国东海重工集团董事长魏东海先生。海默集团对因不实信息导致的误断深表遗憾。魏总，联合刚才的李总来电话说合作暂时搁置，兴达银行那边也打来了，说贷款续期的事儿需要重新评估。另外，今天上午有3家合作伙伴发函终止合作。用完了就扔。10年前，我亲手挑选这块进口实木天花板装修办公室，满怀雄心壮志，现在一切全成了一场空。我的客户资金链全都断了，东海重工已经走到了绝境。我花了10年建的东西，帮我约陆建国。他竟然落魄成这样，几个月前还是开奔驰穿定制西装，现在开着普通轿车，连夹克都是皱巴巴的，两鬓全冒出了白发。陆师傅，我就直说了，东海重工完了，银行抽贷，客户跑了，合作伙伴全散了。我手下还有300多号工人，设备还在，厂房还在。我想把这些设备和人全部转给建国进攻。条件呢？条件是保留东海精工的品牌，让我以副总的身份留下来。几个月前，你出500万买厂被拒，就用断供、挖人、勾结外资的手段想毁掉我，现在却这副模样坐在这儿。设备和人我可以接，但有2个条件。第一，品牌不留，东海重工4个字，你用这个名号害过多少人，做过多少见不得光的事儿，你自己清楚。这块招牌我不要。第二，你自己的位置，我不收曾经想毁掉我的人，但我承诺，你手下那些工人，我一个不裁。300多号人的饭碗，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野心就砸了。行。陆师傅，你赢了。爸，为什么不彻底赶他走
300多人的饭碗，那些人也有一部分帮过他对付我们。他的人没有错，工人到哪儿都是工人，跟着谁干饭谁给的。几百张嘴要吃饭，不能因为恨一个人就连带着把他们都废了。再说了，我这辈子也是工人。明白了吧？我现在去计算接收东海重工人员和设备的方案。车间里多了300多名新工人和整条新产线，但风暴并没有结束。律师函变成了一场笑话，但核心技术的差距永远不可逾越。立刻筹备一场公开的、面对面的技术擂台。我要在所有人面前，用海默最新一代5轴机床碾压老陆那台修好的破铜烂铁。国际精密制造技术交流展示会，诚邀国内精密加工企业参与现场技术展示，与海默集团最新一代5轴联动机床进行精度对标。说是技术交流，但圈子里都传遍了，这就是冲咱们来的。海默要在所有人面前证明，他们最新的设备能碾压咱们那台修好的旧主轴。海默的最新一代5轴机床出厂精度标称 0.008 毫米，他们要拿最新的设备打我们一台修好的旧设备，这之间的技术代差至少10年。去还是不去？要是被当场碾压了，之前积累的口碑就全完了。去。爸，您有把握吗？他们用的可是最新一代设备。设备可以换代，这双手的30年功力换不了。几个月前，这还是一堆废铁，现在装上了我亲手制造的替代轴承，已经平稳运转了几百个小时，证明我的方向没有错。该你上场了。对，全程直播检测过程，数据实时公开，不接受任何一方指定检测人员，这是我们参加的条件。必须确保擂台现场有独立媒体记录全程，绝不能让海默控制话语权，检测必须由国际第三方机构执行。爸，明天就是了。备好了，走吧。这就是建国进攻的设备，跟对面比，这也差太多了吧？听说是一台报废的旧主轴修好的，但跟海默最新的比，这不是找虐吗？就凭这堆破铜烂铁，也妄图挑战海默的技术？双方使用各自设备，加工同一规格的指定零件。加工完成后，由国际第三方检测机构当场检测精度。同一批料，同一张图纸，同一套检测标准。海默方先开始。加工完成，请检测。建国进攻方，请开始。海默团队都是全自动程序切线，他难道打算纯靠手工操作？爸这是在用几十年的手感，实时感知机器的震动，来弥补旧机床在精度上的不足。太稳了，全场都安静下来了。你的操作方式非常特别，这不是教科书上的方法。爸，他说您操作很特别，不像是书本上教的。教科书教的是标准，我用的
是经验。几十年的手艺，全在这块铁上了。一定要过，一定要过！就这家，孙老板干了7、8年，最后2年连亏，工人跑得差不多了，就剩2个老伙计看场子。这地方看着像废墟。周哥又带人来了。老孙，这位陆师傅想看看你的设备。设备倒是都在，之前来了2拨人，看完了都说只能当废铁卖。这些机器看起来破旧，但只要底子还在，就能救回来。6台机床，没1台是真废的。你说什么？这台 C6150，导管磨损不超过2丝，舌根间隙偏大，但能调。那台降床主轴没坏，是轴承预紧力松了，紧一下就能跑。我请了2拨人来看，量都没量，就说报废了。你怎么蹲下去摸2下就知道了？他们看的是机器，我看的是活儿。同一台机床，有人用它出废品，有人用它出精品，区别不在机器，在人。这厂连设备带场地，你开个价。你是认定的？检测结果有效，建国精工坊精度0.006毫米，海默坊精度0.008毫米，建国精工坊精度更优。我们做到了，爸，我们真的做到了。Mr. Liu, I underestimated you. 陆先生，我低估了你。